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佛历4月上初9，万象多云，23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17吉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吉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8.96 吉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吉普，涨幅 0.1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044 吉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9吉普，涨幅 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86.7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4.85 点，涨幅 0.38%。开盘 1282.95 点，最高 1286.79 点，最低 1276.89 点。成交量105万1700股，成交金额13亿3794万3500吉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75吉普，交易量48万13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90吉普，交易额8亿2341万8000吉普，其次是萨万尼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392万吉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2万吉普，涨幅 0.2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1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40吉普，普通汽油每升21990吉普，95号汽油每升26020吉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政府月度例行会议开幕。2月24日，总理宋塞西潘敦主持召开2月政府例行会议，会议为期1天半，重点讨论第10个5年计划、2055年远景目标、电动汽车政策及危险品运输法规等关键议题。会议同时关注万象地面塌陷处置及旅游业振兴。总理强调，当前正值新一届国会选举后的重要时期，面对国际军事冲突与经济波动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各部门需密切监视形势，及时采取措施保障民生与经济稳定。2. 老挝政府向印尼驻老大使授予友谊勋章。2月23日，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代表政府向离任的印尼驻老大使格拉塔恩达维达宁迪亚斯授予友谊勋章。通沙万峰威汉高度评价了两国建交69年来的深厚友谊，赞扬大使在2年多任期内推动双边经贸投资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大使对此表示感谢，并承诺将继续支持两国关系发展。双方共同展望了即将到来的2027年建交70周年纪念。3. 总理视察占巴塞省人民议会扩建工程进展。2月21日至22日，总理宋塞西潘敦在占巴塞省实地调研了该省人民议会办公楼及大礼堂扩建项目。在省委书记阿伦塞孙纳拉等官员陪同下，总理听取了进度汇报并查看现场。目前工程已完成近 90%， 预计将于年3月竣工投入使用，全力保障即将举行的第5届占巴塞省人民议会第1次会议。4. 老挝签署合作协议，加强食品与酒精饮料安全防范。近日，卫生部食品药品司与克林顿健康访问倡议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启动加强食品及酒精饮料安全监测、预防与应对能力项目。该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旨在全面提升老挝食品安全管理水平。项目重点包括建立国家级应急协调机制，提升中央与地方实验室检测能力，完善监测与数据交换系统。此举意在明确部门职责，升级行业标准，从而有效保障消费者健康，增强民众及游客的信心。5. 色贡省庆祝国际妇女节116周年。2月24日，色贡省举行38国际妇女节116周年纪念活动，
会议回顾了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和8小时工作制的奋斗史。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佩达阿瓦沙阿对新时期妇女工作提出要求，各级妇联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优良传统，强化组织建设与内部团结，鼓励女性提升综合素质，破除旧思维，在专业工作中敢于展现自我。6. 沙湾拿吉省部署第6届欢乐沙湾节筹备工作。2月23日，沙湾拿吉省副省长通塞塞亚翁坎迪主持会议，筹备将于3月7日至11日举办的第6届欢乐沙湾节。会议明确了活动策划、场地布置、灯光音效及特色文化展览等重点。此次节庆旨在通过文化展示拉动旅游和地方经济。会议还部署了交通管制、安全保卫及国内外游客接待工作，并计划通过多媒体渠道强化宣传。副省长强调，各部门需紧密配合，确保活动在展示沙湾拿吉文化魅力的同时，实现高质量、高标准的圆满成功。7. 沙湾拿吉省发生货车侧翻事故。2月24日早晨7点50分，沙湾拿吉省塞普通县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失控侧翻并冲出路边。据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人已无生命体征，另有5人受伤。据悉，伤亡人员均为沙湾拿吉省宋县的居民。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立即在现场开展了初步急救，随后迅速将所有伤者送往沙湾拿吉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8. 电线杆断裂月余未修，居民担忧安全隐患。2月24日，有当地居民反映，位于万象市西廓达邦县乌蒙村西丹诺中学前的路边电线杆，自1月13日被车撞断至今，已过去1个多月仍未得到修理。当地居民对居住安全深感担忧，尤其担心在强风和降雨天气下可能引发事故。民众呼吁相关部门尽快介入检查并进行修复，以确保公众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